犹太人在历史上被灭国2次，他们从此开启了2000年的逃亡之旅，直到48年才重新建国。但是华夏民族曾经被灭国4次，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个国土上站起来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民族每到危难的时候，都有一个人站了出来。他们为了这个国家，为了这个民族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荣誉，才换来了今天我华夏的太平盛世。中华民族不是被灭国2次啊，是被灭4次啊。晋朝的时候，我们被五胡乱华呀，整个华夏生灵涂炭，整个北方的1半的汉人全部被杀完。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向犹太人跑？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重新建立了新的王朝，从秦汉三国、2晋南北朝到隋朝，重新统一天下。隋唐5代，唐朝末年再次无数的这种突厥，无数的外族入侵，把唐帝国给灭了，整个北方再次生灵涂炭啊！这是我们整个民族被灭的第2次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中华民族有没有像犹太人一样跑离开自己的故国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必须要拿回自己的燕云16楼。所以赵匡胤建立了大宋，大宋再次让我们中华民族复国。但是宋朝又被灭了，被蒙古人灭了。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部电影叫《勇敢的心》？有看过《勇敢的心》的请举手。英格兰统治了苏格兰，苏格兰所有的人只要结婚，那个妻子的出夜权必须要被英格兰的人先把你的女人给睡了。所以那个里面的那些人才要跟他们战争啊。当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子啊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在元朝统一我们的时候，10户汉人被归一个元人管，这10户汉人有1个人造反，那个元人就要被杀。所以元人为了让那10个汉人不造反，那10个汉人只要娶媳妇儿，那个元人要先把这个女的，我告诉你，几乎杀遍整个北方所有的汉人。那是我们第3次灭国。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跑？每到历史危难，总有像崔琰、崔公这样的人站了出来。所以有一个人姓朱，叫朱元璋，建立大明王朝，再次让我们第3次复国。明朝被灭了，满清统治我们，让我们把服装换掉，让我们把头发剃掉，留发不留头。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汉人因为不肯剃掉自己的头发，不肯留他们的小辫子而被斩首啊？杀的是鲜血直流啊！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再次有一个人，又有一个英雄站了出来，他的名字叫国父孙中山。这是我们第4次复国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这个民族太牛逼了，因为每一次到历史危难的时候，总有一个人站了出来。他们是秦始皇，他们是汉武帝，他们是汉高祖，他们是朱元璋。整个地球只有中华民族延续了5000年，没有一个民族能做到。4大文明古国，唯有中华文明今天还在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，每到民族危难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站了出来。这个人叫岳飞，这个人叫孔子，这个人叫王阳明，这个人叫秦始皇，这个人叫汉武帝，这个人叫刘邦，这个人叫刘秀，这个人叫崔琰，这个人叫司马懿。每到历史危难的时候，都有一个人站出来。他们不一定会青史留名，就像崔琰一样，他们不像李白口中的天下何人不识君，他们可能默默无闻，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，但是他们不在乎，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来做。秦始皇统一华夏，当秦朝被灭的时候，秦3世子婴在即将被斩首的时候，他说的不是沛公饶命，他说的是什么？秦统一天下的理想不应该亡，答应我沛公，让这个理想活下去。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人与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这腔热血要泼在哪儿。当年的孔子已经在鲁国当了代国相了，国君说了，只要你今天不再讲你那套学说，你依然是国相，你依然给到你相应的待遇。但是如果你再讲，杀你全家。孔子没有办法，说好听点叫周游列国，说不好听点，那就是因为在鲁国他的身家寿命受到了威胁，他才逃出鲁国。但是他的梦想永远在他的心中。他曾经问过他的师尊老子，老子说：“顺其自然吧，孔丘，顺其自然吧，孔丘。当今乱世，朝纲失序，你不如像老夫一样隐居山林。”孔子说：“师尊，您的道是天外之道，而我的道在人间，有些事儿总要有人来做。”所以孔子一辈子颠沛流离，带着他的学生一起累累如丧家之犬。看孔子的人生，他是失败的人生，但是今天没有孔子，就没有今天华夏文明传出这2500年。叫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有些事总要有人来干。他日是孔丘，今日不是你，不
是我，又是何人呢？此时此刻的我，要对着历史上所有冒着生命危险传播真理的人，致以最高的致敬，因为我正在做跟他们一样的事儿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当生则生，当死则死。我就要讲，这是我的使命。如果不让我讲，我宁可现在就死，因为传播财商就是我的道啊！我想成为像孔子这样的人，我想成为像老子这样的人，我想成为像王阳明这样的人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请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有人说你太狂妄了，你不觉得今天在如此浮躁的商业社会，有一个培训你的老师，他没有想过赚钱，他有一颗诚诚之心，我觉得不应该受世人的嘲笑，应该受到世人的尊重。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周老师一路走来太难了。15岁初中辍学，进工厂进工地摆地摊，如果没有罗伯特清崎的财商，我现在还在工地呢，我是社会的最底层。在我17岁的我就发下大愿，如果财商能够帮助我改变命运，我要成为财商的终身推动者，来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改变命运。我用了10年的时间学习财商，践行财商，我实现了财富自由。当我实现财富自由以后，我就想起了我当年发的那个愿，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要终身从事财商教育。虽然这条路很艰辛，虽然这条路很难，虽然这条路会充满了坎坷，但是我觉得值得。特别是从事教育这11年以来，有无数的家庭，有无数的企业因为周老师的课实现财富自由，实现自动化运营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，有些事总得有人来做。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英雄，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这是我的轨道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来演讲，就是来唤醒人的。那一刻我升起了一个梦想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清楚，我不再是为自己而讲，我不再是为员工而讲，我要为众生而讲。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，人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呢？为什么众生皆苦呢？不就是因为迷茫吗？痛苦吗？没有方向吗？没有找到自己的轨道吗？我的课程可以让你找到自己的轨道。为什么我的课程叫财道？财道就是财富轨道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财富轨道。你之所以赚不到钱，是因为你没有找到自己的轨道。当你一旦找到你的轨道以后，你整个人生螺旋式上升。而周老师的使命就是希望让众生觉醒。当众生觉醒都能找到自己红尘使命的时候，众生各归其道，各行其事，自行运转，这个世界将会变成美丽的莲花帮。周老师将会带着你开启新的征途，让你找到你自己，让你找到回家的路。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家人们，我希望把我的智慧传承出去，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。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不在了，我的学说依然还在，因为财商是普世救世之学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有人的地方就有灯，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破万年愚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感恩各位家人对周老师的信任，以及长时间不离不弃对周老师的陪伴。周老师有一个1块钱4天的微课，这4天的课程讲什么呢？讲财商智慧，讲创业，讲如何应对当下的危机，讲如何直播，讲如何抓住当下最新的赚钱趋势跟风口。你买了，咱就链接上了，你未来有机会来到我的现场听我讲课，甚至成为我的学生。但是如果说你不买，咱就失之交臂了。1块钱，让周老师带着你一起实现财富自由，好不好？点击下方的财商智慧课程报名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与什么样的人为伍。